Hello， 我是雷蒙。几个礼拜前呢，我上传了我的一日智能家居的应用影片。首先啊，先谢谢有来留言跟分享出去的朋友，是你们让今天这一支影片得以实现。因为我的本业啊不是拍 YouTube 的，所以拍摄跟剪辑的时间成本啊真的非常的巨大。身为创作者的我们啊，获得一些你们的夸夸还有肯定，是让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啊。既然上一集是应用的展示，这一集就是过程的拆解。我会告诉你啊，我上一集那些应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用了哪些产品，做了哪些设定。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来看柚子的话，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今天没有化妆，躲在镜头的后面。好，下一次再出现。入门智能家居的这几个月啊，我也淌了非常多的坑，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还有金钱。所以这一集啊，我刚好可以从一个新手的角度来告诉你那些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的事，那有多好，应该可以对你有所帮助。那在进入细节之前啊，我们现在回答3大问题。第一是为什么打造智能家庭？第二是该选择怎么样的生态系统？第三是怎么样打造专属于你的智能家庭系统？为什么选择打造智能工作宅？对我们来说啊，就是优化自己的生活，把时间给省下来。有些人可能会问啊，不就是走过去按一下开关就好了吗？干嘛这么麻烦？这就要看你对于生活是怎么样定义的了。像雷蒙就是喜欢躺在沙发上很懒。对啊，因为其实就像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你昨天就发现这边的灯太亮，然后你要走过去按开关吗？你要从沙发站起来，过去是非常麻烦的。你可以直接讲，嘿 Siri， 关闭工作大灯。好的，工作大灯目前已关上。是吧？就可以就是很快速的把灯给关掉了，而且不用从沙发上起来。那当然，除了语音控制之外啊，更重要的是一些自动化感应跟场景的设定。像我们家可能就有电影的模式。或者是时间到了，窗帘就会自动打开或关起来。还有就是很重要的，阳台如果下大雨下太大了，我们的漏水感应器会告诉我们要去把窗户关起来，才不会让阳台进了很多的雨水，然后之后还要清洁，是非常麻烦的。那这些细节啊，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展示给大家。那第二，选择怎么样的生态系统比较好？像我们家是苹果全家桶，所以当然就选择用 HomeKit， 这样更直觉。因为用你的 iPhone、iPad 还是 Apple TV 都可以直接控制我们家的全部的智能家居的设备。那如果你是 Android 的话，你可能会选择米家或者是 Google Home。因为在现在啊，你选择了一个生态系统，就代表着其他生态系统的产品是没有办法接入进来，使用一些自动化或是感应的设备。就像我们家的电风扇是 AirMate， 它是支援 Google Home，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 HomeKit 里面的温度感应器去设定什么样的温度就可以自动的开启或关闭它，就变得说啊，我要花2倍的钱去买2个温度感应器，一个放在 Google Home， 一个放在 Apple HomeKit。那这些烦恼啊，其实在2020的年底或是2023年之后，因为有一个叫 Meta 的协议会出现，所以它可以跨不同的生态系统，让产品互相整合，也就是原本只能支持 Google Home 的，到时候你 HomeKit 也可以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不久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使用的智能产品啊，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因为它不会限定是哪个生态系统才可以使用。以前是 Google Home 限定的产品啊，现在也可以接入在 HomeKit， 然后去使用它的场景还是自动化的功能。那如果你是高手的话，或是一些进阶玩家，你一定知道会写一个 Home Assistant 的系统，让我们可以直接更有弹性、更自由的去控制家里面所有的智能家居的产品。那这也是我今年年底的功课，我也要好好去研究一下 Home Assistant， 然后写在我家的 NAS 里面，然后怎么样去把其他的可能像 LG 的一些智能家品啊，一样直接串进到我们的 HomeKit 里面。那到时候也会跟大家一并来分享。第三，怎么样打造专属于你的智能家庭系统？上一集啊，遇到很多人问有没有推荐的设计师可以帮他设计全家的智能家庭配置。但坦白来说啊，我住进新家到现在都还没有100%摸懂我的工作流是什么，更别谈是设计师了，因为设计师不会比你更懂自己。加上现在啊，只有极少数的设计师可以弄懂整个智能家居的配置，所以他们也通常会直接找专业的厂商来协助。如果你的需求啊是希望住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体验整屋的智能家居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寻找专业的服务商，然后去对接你的设计师，让他们去做沟通。除了能够省下你大量的时间还有精力之外，他也会推荐你最新最稳定的智能家居的产品。甚至啊，如果你家已经是装修好了，希望在装修之后也能有一些智能家居的应用跟体验的话，这些专业的厂商啊，也能推荐你一些小配件来帮你改善或升级你们家的生活品质。好，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直接找来了当初帮我们家配置智能产品的贾维斯科技，他们是 Aqua 的授权代理商，所以我们待会会从入口一路的绕我们家，带你看看我们家的智能家居的应用以及背后的机制。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Go！Hello， 大家好，我是贾维斯科技的 Aden。
欢迎 Adam。嗨，所以我们今天会先从入口区开始。那在入口区呢，最重要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电子门锁。电子门锁在上一集应用里面有讲到，我觉得是最推荐大家首先入手的一项智能产品，因为它可以是直接的改善或升级我们家的生活品质，就是触碰、旋转、推门，不用带钥匙，而且也不会有钥包太重的问题。但是在一开始这就先破除一下大家对于智能产品的一些迷思好了。我们常常收到最常见的留言就是，智能家庭是不是没电就完蛋了？其实如果说门锁的话，它是有带电池的，那它的续航力是18个月以上。对。而且如果它真的要没电了，你的手机 app 也会提前通知你，它不会到完全没电的时候你才知道完全没电。所以你可能被通知1个礼拜，然后都没有妈换电池、妈充电，那其实就是你的问题啊。它都帮你告诉你1个礼拜了，你怎么会忘记妈它充电呢？当然也有可能遇到真的没电的状态，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有支援传统的钥匙，但我们会建议客人可以直接放一直在身上或者是车上，以备不时之需啦。因为有时候来讲，总是怕万一的。然后智能门锁还有一件事情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就是内部输入跟外部输入，也就是你自己人回来跟外面的不认识的人经过去使用，它有2种不同的系统。像我跟柚子它就有设定指定的指纹，只要打开之后，我们家的一些情境光源就会直接去配音，就是 logo 灯会亮地图灯会亮。也可以设定像一些外部输入，因为这个其实就很像是一般的透天处或者是一些公寓，你家的大门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陌生人经过的话，你通常会建议怎么样的配置，还是有怎么样的应用？通常我们都会帮客人设定说，好比说密码错误多次，或是指纹错误多次，那它会第一时间反映到我们的行动装置上面。北部当然比较多大楼，对，但中南部的话，其实有很多透天厝或者是公寓，他们会需要这个功能。对，就是其实，在 Aqua 的 App 里面它这个门锁都可以设定很多的自动化的机制。假设密码错了5次以上，或者是你的指纹错了5次以上，它就发通知给你。所以我们就可以设定如果当有人尝试多次错误之后，你的手机会有通知，警报会响之外，我们家的摄影机也会启动录影模式，让你可以及时知道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客厅工作区，在上一 part 的应用展示里面客厅工作区的亮点就是情境光源跟我们这片超大窗户的自动窗帘。然后这个窗帘除了语音控制之外它其实是用很传统的卷珠式。那我们请 Adam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OK， 它也可以手动停止，就是你不一定都语音的。所以其实窗帘呢，它是存在2种方式控制。我当然可以直接用传统的窗卷帘来改成智能，那它的方式也很简单，是可以直接做拆卸的，就会变成传统的卷珠窗帘。这样我就会回到传统的窗帘。如果你已经完成装潢，卷帘已经做好了，但可以直接选择 Aqua 的这个卷帘器。对，那只要再把它扣回复原，它就变成智能的自动卷帘。然后这个机器也是用充电的，因为是 Type C 充电，所以其实很方便，你就拿你的那个行动电源直接接上去就可以充电。然后大概续航率多久3到6个月，当然看每个人使用频率啦，因为有些人一天开2、3次这样子。对，主要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白天的时候因为用电脑嘛，就把它关起来，然后晚上可能到了4、5点，这个阳光比较弱，因为我们西晒，太阳在那边，我们就把它打开，就你可以看外面的窗户，你也工作比较放松。我在我的桌上也有放这样子的一个 Aqua 的无线开关。这个开关我现在目前设定了3种情境，就是除了我们的工作区的主要的这个主灯、吸底灯，对，吸底灯主灯，如果光线不够亮的时候，可以按键开跟关。然后还有背后这个情境光源，就按2下，它可以直接关闭它的情境光源。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就是像以前传统的家庭里面，我可能要到处去按开关，然后往后，然后去调整它的开跟关。我现在不用，我只要在打空电脑的时候，跟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只要再稍微放在桌上，我就直接按2下，它就打开它的这个情境光源，然后会调整我的主要的灯的控制。那当然，无线开关呢，你可以把它想做像是遥控器嘛。对。那在 HomeKey 里面，它会支援6种的模式，你可以随意搭配任何有接入 HomeKey 的设备，像是飞利浦、Yeelight 等等的灯具。它都可以在这边做到控制。那在 Aqua 原生的软体里面，它可以支援到7种模式。那当然有一些细节的控制，那就依照个人的喜好来做设定就可以了。可能像是延时就是按一个，然后这个先开1秒之后开主灯，然后1秒之后再关窗帘，这种很细节的配置，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然后我们家在看电视的时候会常常说嘿 Siri 电影模式，然后它就会把我们家的厨房所有全室的灯光关闭。然后开启电视之外，右边工作室最大的这个窗帘也会拉起来，因为保持在看电视的情况下是环境比较黑的，那你这样的沉浸感会比较好。然后电视打开的时候，我们的情境光源也会跟着一起打开，
然后这样子看电视的时候会更有沉浸感。然后因为这个电视啊，其实是飞利浦的电视，它没有直接接入 HomeKit， 那怎么做到呢？其实是看右上角这个 Aqara 的摄影机，它有自带红外线控制的功能。那红外线的功能就是说我可以整合到有遥控器的电器，再利用捷径写入到 HomeKit。对 ，Adam 讲到了捷径，就是苹果系统内的一个脚本 App。我可以透过这个捷径，把不同 App 的场景设定写成一个语音的指令。所以我们家的电影模式啊，就是把 Aqara App 里面的开电视，还有家庭 App 里面的关灯、关窗帘这2个场景写成一个指令，就能做到一次性开关，把本来需要多个 App 分开执行的动作，一次性的把它打开。好，接下来到我们家的网络配置的阶段，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留言说啊，我们家的网络到底怎么配置的，速度要多快，然后用什么路由器，该找什么弱电厂商，然后智能家居的核心配置，那个网络该要注意什么样的弱电工程。就我们家的网络的机柜在这边，在我们的厨房区，然后帮我们做了这个专门散热的格栅。然后我们家是走中华电器官世代500 mA 光纤入户。然后配到我们的路由器之后，再分配到我们的 Switch， 然后是给我们家的全部的网络这样。然后我们的路由器是用 Linksys 的 MX4200， 然后目前现在连了50多台设备，也比较少出现智能家居的应用人最害怕的那种断线啊、无回应。对，就是什么所有装置无回应，然后就很尴尬，就是怎么常常无回应这样子。现在比较少，基本上没什么在遇到。然后它还有配置一个叫 HomeKey 的一个整合功能，就是所有的数据都会经过 iCloud 的云端保护之后再传出。对，你就不用担心你家可能摄影机啊多一层的保护这样。然后我觉得 Linksys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长得非常好看。所以我们工作桌上也有放另外一台，就是做 Mesh 网路嘛。然后它不一定是一定要把它放在机柜，你可以把它当做家里面的任何装饰品，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客厅啊，就很漂亮一个白色的放在那边。然后我们的 Switch 是用 PoE 的，那我会相信不久的未来，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的设备会支援 PoE。我们只要一条网路线进去，它要包含供电，你就不用再担心说啊这个地方没有插头，我真的没有办法放摄影机，我没有办法放其他的网络设备这样。没错。对，然后这些东西啊，其实就是我们当时找贾维斯科技，他们帮我们去推荐一个弱电厂商。然后我自己体验下来，觉得弱电厂商最重要的，其实是不管是他的专业，还有他的细心跟耐心，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事后如果发生问题，你都找得到人去帮你解决这种疑难杂症。因为网络其实虽然说我自己有研究，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细节是我们自己研究不到的，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也是他们更了解其他不同的设备一起整合起来。弱电补充一下，就是说每个环节都会影响到网络的速率，对，终端速率，对。所以说，当弱电厂商越细心在环节上的时候，当然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去享受智能居家的环境。对，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加配1G 的网络超级贵哦，一个月可能要2-3千块，就他到他的手机可能才200 MB，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可能就是你中间可能不管是线、路由器、Switch 还是各种设备，可能中间突然间塞车影响，那你可能不会注意到。那这个东西你给弱电厂商的时候，他就可以帮你每个环节都细心的检查，然后最后配一个真的能够让你享受到你申请1G至少有一个900 MB 或1G 的速度这样。那讲到智能家居的网络核心啊，很多人都有点好奇，为什么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中枢，然后我们俗称叫做网关的来去控制所有的设备。那我们请 Adam 来帮我们回答这个。需要网关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用特定的通讯协定来跟其他的子设备，不论是无线开关啊、传感器做沟通。对，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常见的是 WiFi 嘛，没错。对，然后 WiFi 其实它非常的耗电，然后又会发热。就你可以想象看，就是你的手机可能2-3天充一次电，然后你如果你家的所有的设备都是用 WiFi， 你2-3天去充一次你的感应器，你一定会 K 笑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用那个你刚刚讲比较低功耗的叫 ZB， 然后它可以大概多久时间再去管一次那个电池？像 Aqara ZB 的这个通讯协定，基本上它的子设备无线开关啊，我们目前最长是做到5年的续航。对，那你都搬家了，你都还没有换它电池没错。然后在储存在环境中的 sensor 的话，基本上有18个月左右的一个电量，当然也会看使用的频率，但至少会省下很多麻烦，不用2-3天充一次电了。我整理了一个表格，能让你快速了解这些常见的通讯协定在智能家庭中的差异。除了 WiFi 跟 ZB 之外，还有更新的 Thread。特色在于能在设备间直接建立网状的网路，所以不需要桥接器，也就是网关。至于最新的 Matter 更像是一种聚合的标准，它是一个通用的应用层，能够让本来因为厂商的不同没有办法相通的设备拥有了互通性。当你了解了各个设备之间的沟通方法，
这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规划智能居家。举个例子来说，原本你可能只是想要打算用声控的方式来开启电灯，但智能家庭的终极应用是自动化跟场景化，只是开关灯太可惜了。而场景化的这种应用场景就会需要多个品牌的装置一起被触发，就像是我们家的准备睡觉的指令，就结合了飞普 Hue 的电灯，还有 Aqara 的窗帘。因为智能家庭一直都不是单品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那这边有一张来自 Play 智慧家庭部落格的一张图，非常清楚的呈现了我们的设备是怎么样互动的，给你参考。再来就是很多人也常问我们家为什么不做墙上开关，因为如果你有看上一集就知道，我们家的开关全部都是放在我们的玄关的鞋柜里面。那不做墙上开关的原因其实一个就是它可以保留弹性，因为很多人在装潢之后，他会发现他们家开关可能装哪个墙上，然后就觉得说我发现我每次去那边好像不太顺手，但是我做了就很难改。然后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比较现代型的装潢，我们叫利落，所以你看起来在整个家里面的配置上，墙壁都是非常干净的，不会有一块东西就是卡在那边，然后很突兀，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修饰它。那比较想要问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前装嘛，其实有更多的人是可能正在装潢，或是已经装潢好了，在家里面已经住了大概5到10年，他们发现说他们现在有点想要做智能家居的配置，或是比较去升级自己的生活品质。Adam 会怎么样建议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他们去帮他们家去做这些配置 ？OK， 以现在智能居家来讲，我们其实是以很灵活的方式来建制，它有出2个版本，一个是单火版本，一个是灵火版本。那像这边呢，我们是有拉零线的，对，所以我可以选择灵火版本。那已经装潢后呢，我没有办法补线了，我们就选择单火版本，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对，灵火跟单火版本的主要的概念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开关 always 是通电状态，因为它要连网路。就一般的传统开关是你关掉之后，它整个开关是没有通电的。对，主要是这样。这会有个差异性当然有零线的设备会相对稳定一点，那借由点对点的方式传递讯号，对，比较常适用在透天大楼这样子。那如果它有些开关，就是有些人家里面都是想要放那种 Panasonic G 系列，就不想要换面板的话，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去做升级成这种智能开关的方式？如果不换开关的话，当然我们还有个模块的选择嘛。那只是模块的选择变成前置作业，一定要有相对应的空间来做。像我们天花板，我们一定要保留维修孔，那要特别请水电拉线经过维修孔才能出去到灯具，这个当然成本会拉高。那既然天花板上面做了灯控，当然是一次费用，那在墙壁的话，你还要再花2次费用，成本会比较高对，所以其实如果很多人问说，到底是不是装智能家居的开关就会成本拉幅很高？其实我觉得不太会，因为你可以看一个 Panasonic 的开关面板可能就1000多块，然后水电要打着，要拉线，然后这个再加钱，可能就快要逼近2000。而且有些人像家里面常见的双切3切回路去做配置的话，水电师傅都给你多收钱。所以你一个开关配起来，其实跟 Aqara 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墙壁面板，对，智能开关其实差不多钱。对，没错。另外一个我们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个智能家庭不管是开关还是拉线的配置，是不是更贵？其实坦白说因为我们家除了做智能开关了，所以完全没有所谓的双切跟3切的回路，也就是因为我们全部都可以用网路或用手机去应用去控制嘛。所以假设我要一起关厨房的灯，我可以把它设定成一个场景，就可以一起关它了，我不用再设定双切跟3切的回路，所以我在水电那边的配置的费用其实会更便宜。而且我也没有用所谓的 Panasonic 的 G 系列的面板，那个也1000多块，然后我就把这个钱都省下来，换成一个这个智能开关跟这个安装费用的话，其实价钱是差不多的。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有人说，你做智能家居，你家的设计费或是装潢费是不是都50万？其实真的没有，甚至我觉得可能还会更省，因为你家的配线的费用上其实是更省，又精简了一截。对，而且施工时间还可以变短。下一集我们会跟你介绍关于智能窗帘的安装跟设定。还有在厕所的门窗感应器以及其他的自动化设定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我们进一步的交流与讨论。我们下集见。